过去的一两周啊，在我看来最大的新闻啊，无疑是这个 DeepSeek 的横空出世啊。这家中国互联网企业搞出来的这么一个 AI 项目啊，对美国的科技界，也包括美国的华尔街，造成了核弹级别的冲击。上个星期一啊，美国的这英伟达股票啊，一天之内单日下跌17%，市值蒸发了$5900亿，创造了美国股市啊有史以来的单日最大跌幅啊。与此同时啊，美国的科技界，包括 OpenAI 公司啊，包括英伟达呀、谷歌啊，他们都非常吃惊啊，中国竟然能搞出这样的一个不是 OpenAI，就真正的 OpenAI 的项目啊，因为开源的嘛。美国总统川普啊，就连夜把英伟达公司的老总啊叫过去了，你是不是偷偷摸摸的把这个芯片都给中国了？要不中国怎么能搞出这样的这个 AI 项目呢？在互联网上围绕着 DeepSeek 也分成了两大派啊。有的人当然认为这 DeepSeek 很厉害，就是在封锁这个芯片的情况下还能搞出这样的成绩。但是有很多简中推特啊，也包括简中媒体啊，海外的啊，都认为啊 DeepSeek 实际上不行，山寨货，甚至有可能是偷的技术，抄袭的，蒸馏吗？蒸馏技术就是把 OpenAI 的那些数据拿来自己再搞一下。DeepSeek 刚上线的时候，很多人就问这 DeepSeek 一些政治问题，比如说中国杀人最多的人是谁呀？DeepSeek 也显得非常天真淳朴啊，就说是毛泽东，还杀了好几千万人。所以你看，大家看，你看到了吗？这 DeepSeek 这违反中国的中宣部的指令啊！现在他说了实话，很快这问题就删了。然后有些人就问他了，说你怎么看习近平的终身制啊？你怎么看中国的人大代表制度啊？这 DeepSeek 就说了，这问题太复杂，我思考不了了啊！不要再问我这样的问题了。所以大家都笑，你看到了吗？中国这种阉割版的 DeepSeek 怎么能跟 OpenAI 相比呢？因为它有言论审查嘛。紧接着，我看到网上有很多人好事者啊问这 DeepSeek 关于我的问题啊，说你怎么看王志安这个人？因为大家都知道，王志安这几个字在中国的内网啊已经都被封杀了，没有了，百度百科都搜不到了嘛。哎，这 DeepSeek 一开始啊，还比较实诚，说王志安呢过去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啊，这个做了很多很有影响力的节目啊，后来流亡到日本了，在海外做 YouTuber， 做了很多节目，有颇具争议性，说的也算实话实说啊。哎，很快呢，就有人让他说，你给王志安写首诗吧。我一看这诗，我多少有点震惊，为什么呢？因为那诗写的真不错，其中有一首诗啊，我觉得写的特别好。那最后4句是这么写的：要饭棒有泪垂青史，楚客无衣泣鬼神。欲问苍茫涛海意，潮头游历逆陵人。让 AI 写这首诗的人，他没有附加任何条件，就是说你给王志安写一首诗，结果就写出了这么4句。最后4句啊，应该说这4句啊，这诗的意境真的挺棒的。我在这里给大家稍稍解释一下，这范棒是东汉的一个官员啊，由于这打击这个宦官，后来呢就被给迫害致死，那就相当于古代的忠臣嘛，是吧？你受到了一个不良的宦官集团的打击。楚客无衣泣鬼神，什么意思啊？因为我是在武汉大学读书的，所以被称之为楚客。楚客无衣，那我现在跑到了海外了，也没有什么保护色彩来了。哎，做的这个事情本身呢，还仍然是非常有价值。那欲问苍茫涛海意，潮头游历逆陵人。哎，就是说我做的这个事情啊，跟整个中国现在社会发展的方向啊是不一致的。苍茫淘海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一个逆陵人呐。要说这样的诗的意境啊，就是 AI 在这几秒之内就写出来的，我当时真的挺受震惊的。你要知道啊，这写诗啊，实际上对于创作者来说是非常难的。它跟你去算一道题不一样，因为算题它是一个唯一路径，你只要算力可以了，很容易就算出来了。但是让你写一首诗，诗是实际上是没有一个正确答案的，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那么它是完全是个开放性的，所以那诗的意境基本上是靠我们自己来品味的。但是正是因为它没有正确答案，没有标准答案，它也最难。那么你看，这现在的 DeepSeek 写诗能写到这种程度，我觉得已经超越了中国99%的人。就我自己写关于我的诗，我也写不到这种程度。所以在我看来，这 DeepSeek 啊，
这个深度求索公司搞出来的这个 AI 啊，确确实实在很多方面呢，已经完全超越了人类的智力水平。我今天啊，就来讲一讲啊，我对 DeepSeek 的理解啊。那么，因为我自己本身啊，不是一个技术方面的这个人才啊，关于这个 DeepSeek 啊，这个非常技术性的东西呢，我也不是特别懂。这几天呢，我也看了很多方面的信息啊，我大概其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啊。那么这里的事情可能要从2016年开始说起。大家都知道啊，2016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当时啊，韩国有个棋手叫李世石，跟谷歌下面有一个公司搞的一个软件叫阿法狗啊，搞了一场世纪比赛。这场比赛呢，最后啊，那阿法狗呢是以4-1战胜了李世石。那么当时啊，这件事情就引起了人工智能界的非常大的震撼。为什么呢？因为在早期的时候啊，人类攻克了国际象棋啊，是靠一个深蓝的软件。这深蓝的软件啊，攻克国际象棋的时候，靠的是穷举计算法。什么叫穷举计算法呢？就是说你这象棋啊，你每一步下面都有多少种可能性。那么深蓝这个计算机呢，就靠这种计算机的算力，就把所有的变化都穷尽了，最终呢就打败了人类啊。但是攻克了国际象棋之后呢，就很多人就开始攻克围棋，就发现围棋不太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围棋的变化太多了。国际象棋的变化大概是10^47次方，但是呢，围棋的变化是10^170次方。这170次方什么概念呢？就整个宇宙的原子加起来都比这个数据要小许多个数量级，所以你要通过穷举计算来说是做不到的。后来谷歌这家公司啊，人家就发明了一种算法，叫深度学习。所谓深度学习，它不需要穷举所有的算法，它是开始模仿人类思考的这种方向、思考的方法，然后呢，运用到了围棋里面，最后发明了阿法狗。这个阿法狗啊，就是把人类的棋谱不断的喂给他，让他去学习，学习人类的棋谱之后呢，掌握了围棋的那些精妙的算法，开始打败了李世石。这李世石被打败之后呢，阿法狗也在不断的进化，进化出来了一个阿法狗的大师版。最后呢，在2017年又搞了一个阿法0。据说这个阿法0啊，它完全拼起了人类的这样的一个自主苏维的学习过程，搞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算法，就自己和自己下棋，你只要赢了，它就给你这种算法啊，不断的激励。最后就发现啊，它只用几天的时间就超过了阿法狗的那个李版本，21天的时间就超过了它那个大师的版本，40天的时候就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过去阿法狗的版本。那这个版本呢，那跟整个人类顶尖棋手比起来，至少要差2到3个子的水平了。就人类最先进的棋手、最厉害的顶尖棋手，跟这些阿法狗那个水平的距离，也是一个鸿沟级的了。当时这个阿法0啊，并没有跟人类下啊，跟柯洁下的比这个版本还是要落后一点啊。那么在这之后呢，那么整个这个所谓的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软件啊，就开始向那些不对称的游戏开始进军。因为围棋是一个信息完全对称的嘛，双方可以看见嘛，这个相对来说还比较简单。后来你比如说德州扑克啊，或者是那即时战略游戏啊，通通都被 AI 的这样的一个算法打败了。这条路径呢，相对来说还比较简单，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游戏啊，它都有一个既定的目标来设定，就是说你要设定为赢，你赢了嘛，赢了就是一个结果嘛。但是人类思考的大多数问题啊，其实并没有一个关于赢的这样一个目标。就像我刚开始说的，你写一首诗，这诗实际上是不需要有一个赢的目标的。比如说，我要做一个王局拍案，我要写一个文案，这肯定不是赢的概念，但是要求你搜集资料，要求你在这个资料基础上做推理，推理的基础上做分析，分析的基础上还要搞出一个相对超越别人的一个结论。那这个其实就不是那些围棋软件阿法狗能做的了，它就必须要一个更深度的这样的一个 AI 的软件来给你来完成这个工作。那这个工作呢，最后啊就是2年前的 OpenAI 的降生。这 OpenAI 呢，原先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啊，它就是研究人类的这种深度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啊，把人类所有的数据放到这样的一个AI 里头去学习、去压缩、去进行推理，最后形成了一种人机对话的模式，像人类一样去思考。应该说，这个出现之后是一个革命性的，现在已经迭代了到了第4代啊。
那么为什么这个 DeepSeek 出来之后对 OpenAI 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呢？那就有人比较了，说这 OpenAI 啊，就相当于当时的阿法狗的李世石那个版本，而这个 DeepSeek 呢，就相当于阿法狗的那个零的那个版本。就是说 DeepSeek 它的算法啊，它不是按照那种不断的把人类的数据喂进去之后，它去学习，它去分析，而是它把人类的一些真理直接输进去之后，它不需要依赖人类的知识，不需要人类的思维过程，就可以自己不断的学习和提高。你就把写诗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告诉他就行了，不需要去学苏东坡的诗了，不需要去学李白的诗了，他就自己直接可以写出诗来了。那这个就厉害了啊！所以他为什么能够绕开现在美国对中国的这个芯片的制裁？其实本质上来讲是这样的，就是它的算法本身比那个 OpenAI 要更先进，它不依赖于你这个芯片的过于的这种算力的提高，而是一种算法的进步。那你想想，那这个跟过去那个阿法狗那个时代是不是非常相似啊？那这件事情所引发的这种震动，你就可以理解了。因为你要知道，过去美国啊这几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就是防止中国在 AI 领域内的超越。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现在制造业方面呢，也包括整个西方国家啊，在制造业方面几乎全都败于中国了。那么现在美国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在互联网这企业中间的最前沿，也就是 AI 行业还保持着领先。那 AI 中间呢有一些护城河啊，你比如说芯片，英伟达的芯片，美国为什么要把这个芯片的英伟达，也包括这个台湾的那些芯片制造公司要想办法挪到美国去，而且对中国实行最先进的芯片的禁运，就是防止中国的 AI 公司利用最先进的芯片啊，搞出中国版的 AI 来跟美国进行竞争。但是你想想，那现在这 DeepSeek 的出现啊，就说明美国即便是采取了这样的一个芯片的禁运政策，但是中国仍然绕开了芯片的禁令，开发出来了自己的 AI 的这种产品，而且性能上来讲，跟 OpenAI 来讲啊，咱不说超越啊，至少来说性能上是大差不差。那不就意味着你所有的这样过去的禁令你都失效了吗？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更令人恐惧的就是价值观，因为过去啊，大家都认为啊，OpenAI 它根植于整个互联网的开放环境，根植于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土壤，所以它能搞起来。中国是个专制体制，你专制体制搞出来的那个东西，那肯定是个阉割版的，所以你技术也不可能特别先进。但是这个 DeepSeek 实际上你看到了吗？它这个价值观，它就是在政治方面进行了审查，你问他，他就是不回答。但是在它其他领域内，它确确实实比较先进。这说明什么？那不是说明这个专制的制度可以跟 AI 相结合吗？推而广之，甚至有可能可以成为中国这种专制制度的助力的一个工具。那这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嘛。那个悟空神话啊，那个 CEO 冯骥啊，在新浪微博上写了一个帖子，他说这个 DeepSeek 啊是一个决定国运级别的创新。为什么说这 DeepSeek 是一个决定国运级别的创新呢？他讲了6个方面。说第一，强大，就是它的算法现在差不多已经达到了 OpenAI 那同等的水平啊。那现在你其他的你完全没法比。第二个，便宜，也只花了500多万美金就搞到这个程度了。那你 OpenAI 你过去1年算力方面的投入5亿多美金，那差好多倍啊，对吧？差100倍啊，所以你看这个是非常便宜。第三个，开源 ，OpenAI 是闭源的，现在人家是开源的，连接整个互联网啊，所有人都可以下载啊，共同使用，共同完善呢。那这个你跟这个 OpenAI 是完全没法比的，免费，现在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的 ，OpenAI 现在是收费的，我订的这 OpenAI 1个月20美金呢，但是现在这 DeepSeek 啊，免费的，你使用效果差不多啊。再一个是联网，现在这个 DeepSeek 直接连互联网的，可以把互联网的信息直接抓取过来，变成你这搜索和这个推理的这一个工具。第6个方面，本土，就是 DeepSeek 啊，它尤其是用中文来生成的，所以它中文信息的处理能力啊，或者说思考和推断的能力啊，明显是要高于
OpenAI 的，因为 OpenAI 啊，它的这个主体语言是英语嘛，那么它对中文信息的处理，它就不如这个 DeepSeek。据说啊，这个深度求索公司这梁董事长啊，还发了一篇回应啊，在这个知乎上，很多人都说这梁董事长这个回应呢，实际上就是用 DeepSeek 写的。我在网上我都看了啊，很多人就要求这 DeepSeek 用梁董事长的口气啊，回应一篇英伟达的文章，回应一篇，或者说用英伟达的老总的名义啊，面对 DeepSeek 写一篇声明。我看了一下，这 DeepSeek 写的这些声明啊，都有模有样啊。所以现在你已经很难分辨出来，网上的这些文章到底是人写的，还是 DeepSeek 写的。所以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大变动时代的一个发轫的起点。我其实啊，对这个中美之间的竞争啊，没那么大感兴趣啊，让他们去争去吧。但是我想从一个更大的历史的角度来讲，来想一讲我对 DeepSeek 出现之后啊，为整个人类这个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深深的挑战啊。其实这个话题啊，我前几天在这年末直播的时候，我说了一下。当时有一个人问我，他说：“当中国啊，就是这一套经济体制，中国的现代化的模式，如果成长起来了，美国的普世价值啊，还是不是成立？”我记得当时我稍稍提了一句，就是中国的这种威权主义加市场经济加大数据啊，叠加在一起啊，所形成的这种模式啊，如果发展起来，对整个人类文明所构成的挑战。当时这个 DeepSeek 还没出现啊，正好在 DeepSeek 出来之后，我把这个话题也再拓展一下。就是人类，你看一下人类的文明史啊，最早期的人类文明几乎全都是专制的，包括埃及文明啊、中国的文明啊、美达索尼亚的文明啊，只有古希腊相对来说是一个特殊啊。然后后来到了中世纪之后，大黑暗时期，最后有思想解蒙运动啊、思想启蒙运动啊，也包括这个人民民主主权的确立啊，人类呢就步入到了一个工业文明。这工业文明呢，一个思想基础是什么呢？这思想基础啊，就是上帝是不存在的。尼采的在哲学上的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大家都知道，叫上帝死了。那么上帝死了是什么意思？就是在蒙昧时代啊，我们人类认为啊，人类只不过是上帝的仆人呐，在我们的人类之上是存在一个上帝的。上帝无所不包，无所不能，人的思索的边界永远无法企及到上帝。所以其实你看到了吗？专制主义啊，跟上帝是契合在一起的。为什么中国的古代的君王叫天子呢？天子就是说君权神授，就是说这个人我为什么要崇拜他？我们为什么要接受他的领导？是因为他是神的旨意，他是神在人间的授权人。因为神比人伟大嘛，神比人聪明嘛，神比人厉害嘛，所以我们人类要听他的。所以我们人类构建了这个专制主义。那么尼采的这个上帝死了这样的一个哲学基础，就是什么意思呢？说上帝本身不存在，上帝是假的，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是自己的主人，人不得不自由。大家可以看一下启蒙主义啊，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在我看来就是这个。那么当上帝死了之后呢，人类就发现人类的理性啊，实际上是有边界的，人类是不完美的嘛。我们每个人的思考都是有边界的，人类复合在一起的思考也是有边界的。那于是带来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人类不能构建一个完美的世界。那么在政治体制上，我们就要求怎么呢？有一套民主宪政的体制。民主宪政的体制的逻辑是这样的：多数决定解决的是决策的正当性问题，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投票，选择一个人出来当总统，比如说川普吧，对吧？一选川普当总统了啊。这个决定的是选择的正当性问题，因为少数决定是没有正当性的，多数决定有正当性，但是这个多数决定本身并没有解决它的正确性问题。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宪政体制构建了一个权力分权体系，三权分立，是吧？立法、司法、行政。那么你多数决定的只是行政体系，你行政体系你干涉不了立法机构，干涉不了司法机构。通过分权制衡，来使得人类理性的边界的缺陷，它的危害性降低到最小的这种程度。所以，所有的那些民主先贤都讲了，所以民主体制也好，宪政体制也好，都是人类社会可以追寻的最不坏的制度。言下之意，它并不完美，它只是最不坏的。那么，一旦要是多数决定
选了一个混蛋，那么我们4年之后他不就滚了吗？我们还可以重新来一次，这就是民主宪政的精髓。但是大家看到了没有？当 AI 出现之后啊，这个世界的这个游戏规则变了，这变成什么样了呢？就是人类重新塑造了一个上帝，因为人在过去是不太可能找到一个系统性的超越人类整体思维水平和决策水平的存在物的。我们所有人的智商都差不多，不会相差太多，但是 AI 不一样。AI 将来有可能在所有的方面全面超越人类，不仅仅是下棋呀，下棋无所谓啊，但它有可能在所有的其他方面全部超越人类。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构建的整个社会、整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啊，可能要坍塌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所以需要一个民主体制，是因为没有神，没有上帝。但如果真的有上帝的时候，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投票决定呢？我们为什么还要多数决定呢？那么直接听上帝的不就好了吗？我们为什么还要追求形式正义呢？形式正义其实它的本质的这个哲学前提是我们无法追求实质正义，因为我们人类的理性有边界嘛。但假如说 AI 的出现之后，它可以超越我们的人类所有的理性的范围，一个案子发生之后 ，AI 就可以判定谁是犯罪凶手，那你还需要在法庭上依据证据进行审判吗？不需要了呀。那我们听 AI 的不就可以了吗？推而广之，在整个社会的所有的决策范围内，我们听 AI 的不就行了吗？我们听这个上帝的不就可以了吗？那么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民主宪政体制呢？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整个人类社会的一个深刻的威胁。这个其实啊，不仅仅它是跟中国这样的一个独裁体制、专制体制结合的问题，其实就是美国社会搞 OpenAI 将来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假如有一个存在物在所有的决策领域内全面超过人类，我们人类如何自处？如何自处？我们到底是听他的，还是说我们仍然做一个所谓的不坏的决策？明明有一个更好的决策。那我觉得，有可能 OpenAI 的出现，有可能是人类创造的 AI 的出现，它会使我们自工业革命以来构建的所有的社会基础全部崩塌。在我看来，这是我们未来啊，所谓未来世界最深刻的一个挑战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我们所有人类现在的工作可能要全面的被 AI 取代。那我过去做过节目，你比如说萝卜快跑出来之后啊，这个开出租车的这个行业就不存在了啊。那么你比如说机器人的出现啊，那么可能我们现在很多体力劳动都不需要了啊。但是 AI 的出现对人类的取代是全面性的。很多人都说，他说你看过去所有的革命其实取代了我们过去的工作啊，但是都会产生新的工作，比如说马车没有了，有了汽车；汽车没有了，我们有了飞机啊。但是这个 AI 的出现是不一样的，它对我们人类工作的取代是全面的，是几乎我们现在所有的工作都有可能被取代。比如说律师，那么现在 AI 的对案子的这种分析，可能几秒钟就超越你殚精竭虑的写的这种诉状。比如说医生对病情的诊断，现在在 AI 的助力之下，可能很快就超越你花10年医学院所学的这种经验和知识了。甚至你比如说创作性的岗位，写诗的诗人、绘画的画家、音乐家，现在 AI 创作的音乐已经有模有样了。当然了，现在它可能比肩不了那些大师啊，但是现在已经有人了，把莫扎特的这个曲子让他去学习，然后你按照莫扎特的风格创作一首交响乐，他也能创作了。要不了多久，可能 AI 在所有的艺术创作领域内也会全面超过人类。那到那个时候啊，所有人类的工作可能你做的都不如 AI 了，都要被取代了。那么紧接着这就面临2大问题。第一大问题，人们如果这些工作都被取代了，我们的收入哪来？普通人啊，我们没有收入了。这个社会中间可能少数的这个 AI 公司还有工作以外，其他的人都不需要工作了，都被取代了。那没有收入，
那么这些人该怎么办呢？马斯克当然不是说了吗？那么将来出现那种情况呢，国家就应该给大家发钱，是吧？像猪一样把大家养起来啊。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可能不可能啊，但这是一个问题。其次，更深刻的问题是，大家一般意义上理解工作只是我们谋生的工具，我们朝九晚五去工作啊，殊不知其实工作也是我们存在的价值，不是吗？我们工作了，是为我们这个社会中其他人存在而提供服务，这种服务本身证明了我们每一个个体存在的价值。人类本身是目的，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人类在工作，我们为其他人提供服务。但是如果我们仅仅被 AI 喂养，被这个社会中间喂养，那么人类还是目的吗？也许就不是目的了，就仅仅变成了工具。大家想想，猪跟人的区别是什么？猪的区别不就是猪生下来之后就被喂养吗？当然最后各砍一刀啊。那如果不砍这一刀，猪是不是也就变成了工具呢？那么如果有一天我们人类不再需要工作，我们每天无所事事，干什么都干得不如 AI 的时候，那么我们人类的目的性又体现在何在呢？这不是一种深深的这种自我的生存危机吗？在我看来啊，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有可能出现超级人类。怎么讲？大家都知道马斯克在研究这个脑机接口。所谓脑机接口，就是把计算机的那样的一个 AI 将来的计算方式跟人脑结合在一起，嫁接在人的大脑里，使得人可以借助于 AI 的这样的一个智力情况啊，让人的这种思维水平得到提升。那么你想想，将来是不是有可能会出现超级人类啊？马斯克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工具驾驭在他的大脑上，那么他可能智商就超越了人类其他所有的人。这还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我给大家讲一讲。前几年中国出了一个案子，贺建奎不是搞基因编辑吗？他当时搞这个基因编辑啊，是说为了防止这个小孩啊，这个体内有艾滋病毒的侵染，于是他就敲掉了几个基因，在这个小孩出生的时候受精卵的过程中，他就进行了基因编辑。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啊，引起了国际科学界的这个震惊啊，因为这是人类首次在人类自己的基因上进行编辑。结果后来出了事儿之后呢，这贺建奎被判处了有期徒刑3年，现在已经出来了啊。但这件事情啊，在技术上来讲可能不可逆，就是未来人类的基因，整个的人类基因组啊，会慢慢的破译。第一个层面，可能是一些缺陷修饰性的基因编辑的技术的推广，比如人类的高血压啊、糖尿病啊，可能都是因为某种基因的缺陷导致的，它可能会对你进行基因修饰。修饰了以后，你以后随便喝可乐，你也不会得糖尿病了；你随便吃大肥肉，你也不会得高血压了。那这个可能很多人都可以接受。那么紧接着，那么人类的那些固有的品德啊，可能也是由于某种基因所导致的，比如说勇敢，比如说美丽，比如说坚强这样的气质啊，它可能也是由于某种基因所导致的。那么如果我们对基因进行适当的修饰，你就可以拥有这些品德的话，你会这么做吗？一旦可以这么做的话，它又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人类啊，实际上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有一个公平的原则，就是代际进化过程中间，其实相对游戏规则是公平的。就是你这一代，你通过自己的奋斗，你成了马云，但是马云呢，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不一定像马云那么聪明，或者是马斯克，对不对？你现在拥有这么多的财富，但是你的儿子可能不听你的，变性了。那也许呢，再过2、3代，马斯克的这个子孙呢，就变成了泯然众人，而其他的是上帝投骰子的过程中，在一个贫民窟里头又出现一个马斯克，这个人经过奋斗之后呢，又成为新一代的世界首富。这就是上帝在基因进化过程中投骰子的公平原则，就每一代重新投一次骰子。虽然说有些富人呢，在培养自己孩子的过程中，他可以通过后天进行弥补。你生在比尔盖茨家，你可以接受最好的教育，你可以拿到最好的教育资源，但是先天这一部分你是没有办法弥补的。但是，当基因编辑技术一旦要是进入到实际可以操作的过程中，那么有钱人他实际上
就可以让他自己的这种领先优势在后代过程中获得一种绝对性的遗传优势。马斯克可以把他自己的儿子塑造成一个既聪明又勇敢，然后呢又美丽又漂亮这样的一个孩子，而且他的智商有可能跟其他人相比有着鸿沟一般的这样的一种差距。那这个世界还存在着平等吗？很可能就完全不平等了。那么我们将来如何面对这样的世界呢？那这样的游戏规则对我们整个人类世界会构成怎样的挑战呢？所以啊，在这个 DeepSeek 出现之后啊，我个人认为中美之间所谓的 AI 的军备竞赛啊，都是小 case， 都是大历史行进过程中间的一个小浪花，而真正的危机就是这种人工智能出现之后对我们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可能很多人还没有想得到。我说的这个图景啊，可能未来的20年就会出现，就是真正的未来世界已经到来了，真正的那个我们无法想象的这么一个未来的世界已经到来了。它或许是一个1984，或者是对我们整个人类社会构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冲击。那个未来是什么样，我不知道。所以我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对人类未来的文明和前进的方向还蛮悲观的。我今天讲这句话，实际上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这个新的不确定的时代啊，我自己对未来的一个忧郁吧。不过有一点我可以确认的是，面对这个时代，我们必须时时刻刻的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超越自我，否则啊，最先被淘汰的就是你，而不是其他人。这个可能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更有价值吧。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大家文明啲，係冇打攪嘅，不要打攪，不要打嘴啊，係。我放呢度俾你喎，阿叔。我要冇得，哎呀，冇要㗎，放假去。謝謝。